据说这是中国唯一明确拒绝接待日本人的城市，到底是不是真的？原因又是如何？今天我来到了云南的西南边陲，这座充满矛盾与传奇的城市腾冲。2024年11月6日，一女子带着一名日本人欲入住腾冲一酒店，酒店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不接待日本人，并拒绝为其办理入住。女子称：“你一个人不能代表整个腾冲，小心我去告你。”游客持续争吵后，酒店工作人员拉响了警报。2024年11月8日，酒店回应称，政府没有规定不接待日本人，但是腾冲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8岁的小孩，他们骨子里都有爱国情怀，所以民间不接待日本人。同日，该酒店工作人员回应称，该酒店星级达不到，只能接待港澳台和大陆的旅客。事件发生后，涉事酒店工作人员表示，收到了一些小国旗、鲜花和几百份外卖，会将这些外卖送给客人吃。工作人员还表示，很多顾客特地订房间过来住。今天我打开这家酒店的预订页面，仍然可以看到明文写着可接待人群为仅接待持有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或台湾签发的有效通行证、居住证或居民身份证的客人，说明时至今日，这家酒店仍然不接待日本人。这件事情引发了网友的一些争论。有网友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虽然有历史恩怨，但这样做是不是显得有些偏激？有网友说，酒店的行为爱憎分明，体现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如果非要让我客观公正地评论这件事情的话，我是这样看的：单纯以国籍为由拒绝接待日本人是不合法的。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不能以国籍为由歧视消费者。不过，根据最早源于1988年9月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规定》，国家对旅游涉外饭店实行旅游涉外营业许可证制度，法律明确要求酒店接待外国旅客需具备涉外经营许可证。腾冲大部分酒店本身无此证件，以此为由拒绝接待日籍游客，就属于符合规定的市场行为。所以，腾冲的这家酒店如果以拒绝日本人入住为由，这不合法也不合理。但这家酒店如果以没有涉外经营资格而拒绝日本人入住，它就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同一件事情用一杆秤称有1000斤重，但换另一杆秤却只有4两重。同样是抢劫，普通抢劫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如果在公共汽车或者火车上抢劫，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同样是掰断一个人的手指，掰断大拇指要判3年以上，掰断其他手指则判3年以下。最后的结论就是懂法很重要。当然了，腾冲官方没有发布过不接待日本人的相关规定或声明。在2024年腾冲酒店拒绝日本人的相关事件引发热议后，腾冲市文化和旅游局曾公开回应，称腾冲作为重要的旅游城市，随时欢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游客。官方的这段声明当然要彰显开放包容的大国气度，但特别指出欢迎爱好和平的游客，针对的意味已经无比明显了。给我的感觉是，听起来是在夸人，实际上是在骂某些人。涉事酒店也明确表示，政府并无不接待日本人的规定，不接待日本人只是当地民间的自发选择。在腾冲的第2天，我去了国殇墓园，应该是找到了腾冲对日本人排斥的原因。它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42年，日军侵占腾冲，实施了长达800多天的残暴统治，烧毁房屋2.4万间，掠夺粮食1000万斤，并发动细菌战，导致20余万人死亡。1944年，中国远征军以伤亡1.8万人的代价收复腾冲，成为抗战中首个全歼日军守备队的城市。抗日战争时期，云南腾冲成为滇西抗战主战场。腾冲国殇墓园位于云南腾冲市西南1公里叠水河畔小团坡下，是纪念1944年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收复腾冲战役阵亡将士的抗战陵园，由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倡议定名国殇墓园。1944年冬动工，194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周年落成，是全国最早建成的抗战烈士陵园，也是滇缅战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经43天惨烈巷战，于9月14日收复腾冲，
此役歼灭日军6000余人，远征军阵亡9168人，盟军、美军阵亡19人。战后为安葬牺牲将士，铭记功勋，兴建此墓园。国殇墓园忠烈祠，黑色石板上镌刻着腾冲战役中9000多名远征军阵亡将士的姓名。小团坡烈士墓群全员制高点，坡上立有3346块阵亡将士及19名盟军将士墓碑，安葬着战役中牺牲的将士遗骸。烈士纪念塔位于小团坡顶，塔身镌刻题字，是墓园标志性建筑。窝冢位于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大门一侧的低洼处，是专门安葬腾冲战役日军指挥官遗骸的墓穴，由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亲笔题写碑铭。1945年随墓园落成，是极具警示意义的抗战历史遗迹。窝冢安葬对象是以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联队长藏重康美为首的日军军官，常见说法为3名核心指挥官，另有版本为5名，均为腾冲战役中被击毙的侵略军头目。遗骸被处理为反绑双手、跪姿、面朝烈士墓群的姿态下葬。墓穴设在陵园最低洼处，与小团坡上层层向上的远征军烈士墓碑形成鲜明对比，象征侵略者向英烈谢罪。日本方面曾多次提出要迎回遗骸，移除窝冢，均被中国拒绝。如今窝冢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一部分，用于警示后人牢记历史，反对侵略，珍爱和平。是因为我们整个腾冲战役啊，这前后打了127天，有很多远征军将士牺牲在了我们的高黎贡山、宝峰山、飞凤山、来凤山高地。牺牲的时候，他们的战友就将他们已经是就地掩埋了。我们最后能够找到的是牺牲在我们腾冲主城区内，一共呢识别出3346位远征军将士的遗体。当时将他们的遗体呢集体的火化，集体火化之后，又以一块墓碑、一个骨灰罐里面放一把骨灰这样的形式，全部安葬于小团坡。而这座墓园当时呢，其实我们腾冲在被收复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主城区里面呀，已经是被炸成了满地焦土，一片废墟。那个时候摆在腾冲的老百姓面前，我们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来重建我们的家园，救济难民，度过饥荒？但是老百姓最先想到的是为拯救自己牺牲的这些英烈们，所以率先的想到给他们一个安身之所。由李根源倡议，政府拨款，老百姓有钱的就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呢，最先建设完成的就是我们的国殇墓园，其次才是重建我们的家园。所以他们呀，我们先辈是非常敬重他们的。我们今天作为同学啊，作为新时代的同学们，我们对他们更要保持一种敬畏之心，也更要保持一个感恩的一个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集体的向我们的先烈呢行一个3鞠躬礼，请大家把帽子先摘下。摘完之后呢，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站列整齐。下个下来。好，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就可以。整理一下衣冠，我们要肃静，保持一种敬畏的心。好，同学们面向我们的先烈，请全体肃立。1鞠躬，再鞠躬，3鞠躬，礼毕。岁月迷离，遇上一朵喝醉的云，靠过叫你的咖啡厅，有过清澈的谜底。季节啊，坠落山顶，回忆啊，留在呼吸。
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绚丽，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明